Elon Musk 曾经这样评价氢燃料电池：非常愚蠢，更像是一种营销策略，而不是新能源汽车的长期解决方案。他的评价有道理吗？氢燃料电池真的有这么不堪吗？他所使用的锂电池就一点毛病没有吗？好，咱们今天就来简单讨论一下，顺便再拉一种新的电池杀入战局。固态电池，一个一个来啊！先说今天用的最多的锂电池，本质上呢，它就是我们的手机、相机、笔记本电脑等等这些移动电子设备里面的电池的放大版本。只是放大的不单是体积，还有数量。跟使用单个单元的小电池相比，电动汽车里面的锂电池呢，是将数千个这样的小单元捆绑在一起，形成的一个容量更大的组合体。因此才能够驱动汽车这样的大家伙嘛。和传统的铅酸镍铬电池比起来，锂电池的能量密度要高很多，所以不仅能够储存下更多的电量，连使用寿命都要长得多于是就非常适合拿来作为新能源汽车的能量供应源了。到了今天，很多充满一次电的锂电池电动汽车呢，已经基本上能够跑过跟加满一箱油的燃油汽车差不多的里程了。这么看起来是美好的。但是它也有天然缺陷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安全性。锂电池的稳定性其实并不是可充电电池技术里面最高的，它怕高温，它怕过充，它怕过放，它还很怕碰撞。因此他们就需要更高的保护级别，不仅是物理上的盔甲保护，还包括系统上的电子保护啦。每个锂电池呢都需要有专门的保护电路，以确保它们能够在安全范围内去运行。这些呢就势必增加了整个系统的成本、复杂程度和重量嘛，成为锂电池的一大缺点。而因为这个大缺点，其他的一些小缺点也冒了出来了。比方说，这样的电池更难回收，它们的轮胎会因为重量的增加而更快的被磨损，开发周期也因为要考虑1/3车重的电池该如何平衡分布而拉得更长，等等等等。另外尽管锂电池已经拥有不错的生命周期了，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充放电的性能呢也会下降，而且这跟你用多用少还关系不大即使摆在那儿不用，它的性能也照样会往下掉的。当然最后一点就是所有人都绕不开的里程焦虑了。再怎么样，锂电池的容量还是有限的，还是跑得不够远的，还是需要比加油久得多的充电时间的。短途开开还行，要是跑长途嘛，就得要再认真考虑考虑了。那开长途就真的没有享受清洁能源的资格了吗？哪里不是还有氢燃料电池驱动的电动车吗？尽管马斯克说它非常愚蠢，但其实它有一些优势呢，是远超锂电池的。比方说能量密度，压缩氢气拥有高达4万瓦时每公斤的能量密度，而锂电池呢，对比起来，最好的情况下也只有可怜的278瓦时每公斤，仅仅只是前者的0.7%都不到。这意味着使用氢燃料电池的汽车可以在不增加更多重量的情况下带来更大的续航里程，再加上它是加氢而不是充电的，因此可以获得像是加油那样的时间优势，彻底的就没有里程焦虑了。你看多好，既实现了100%的绿色环保，又没有一点的里程焦虑，它会不会才是新能源汽车真正的未来呢？光看好处当然是这样但是等我们绕到它的背面，就不仅要感叹一下为什么马斯克如此不待见氢燃料电池了。有人会说，安全是它的头等问题，这个不假氢气具有相对较低的燃点以及非常宽的空燃比，是一种自带危险的气体，尤其是考虑到这里用的还是它的压缩状态。但是可能让你感到意外的是，跟汽柴油这类石油衍生燃料比起来呢，它却拥有一个巨大的优势。它轻它大大的轻过了空气所以就能够在发生火灾时呢，通过打开紧急泄压阀，快速的将它吹到空气当中。即便此时它被点燃了，也会像一个大火机一样对着天空去燃烧，并不会伤到周围的人和车的。实际上，丰田甚至还用子弹射过他们的氢气罐呢，结果跟电影里面子弹打进油箱的效果彻底不同，没有爆炸，没有燃烧，仅仅只是让比空气更轻的气体通过弹孔逃逸到了空气当中而已。所以这么看起来，安全性并不是氢燃料电池的一个大问题。那什么才是呢？是成本，是效率，是它到底绿不绿色了。先说成本虽然氢是这个宇宙当中储量最为丰富的元素，但是它基本上是不会单独存在的，而是跟水、碳氢化合物，比如甲烷，还有其他的一些有机物结合在一起。因此，要把它作为燃料呢，首先第一步就是要将它从这些化合物当中提取出来了。可惜的是这些过程要么根本就谈不上绿色，要么花费高昂，要么就效率低下。目前大部分的氢气呢，都是通过一种叫做蒸汽重整的过程来制造的。
它通过将高温水蒸气同天然气结合来将其中的氢气提取出来。这种方法一是排放了大量的废气，所以并不环保；二是浪费了大量的热量，所以非常低效。如果把它作为燃料用到氢燃料电池当中，那还不如直接在汽车里面烧天然气好了，绿色和效率两头都没有占到，干嘛还多此一举呢？那就试试第二种方法。电解水产生氢气如何？这次咱们用来自绿色能源的电，比如太阳能、风能等等，环保就没问题了吧？可是它也照样效率低啊，大约有30%的能量在转换的过程当中呢就损失掉了，因此拉高了成本。再加上大规模的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加气站、建设输气管或者建设分布式的氢气生产车间，都是要花很多钱的。平摊下来，现在的结果就是它每开1公里呢，就要比锂电池汽车多花8到10倍的钱，基本上就谈不上什么经济性了最后还有效率的比较刚才我们已经提到，在用电来生产氢的过程当中，大约有30%的损耗了。其实总的损耗远不止如此压缩氢气时的损耗、储存和运输时的损耗、电池内部的转化损耗、直流交流的切换损耗等等，这些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氢燃料电池最后也只能输出其原先1/2还不到的效率，可比锂电池要低得多所以它前面的路还长着呢。Elon Musk 可以继续正确一阵子了，但是也不能掉以轻心因为一项新的电池技术很可能要来砸他们的饭碗了——固态电池。其实也算不上新因为固态电池早就在一些小型的电子设备上使用了，只是以前呢它们不好充电而已。把固态电池用在新能源汽车上有什么好处呢？第一，由于它使用的电解质换成了固体，所以体积上大为缩小，只有锂电池的1半左右。在同样的空间里面呢，咱可以装进去2倍的电池，从而带来了翻倍的续航里程，很大程度上就解决至少是大大缓解了里程焦虑的问题嘛。其次，由于没有液体，它很安全即使被破坏也不容易引发危险，于是保护措施呢就能够大大简化，带来实质性的减肥瘦身了。成本下降，重量下降，既可以让电动车轻装上阵，也可以在原本的基础上装上更多的电池，带来不可思议的大续航嘛。总之，灵活性就大大增加了。最后，其充电效率更高，因此充得更快；其使用寿命更长，因此能够覆盖汽车的整个生命周期等等等等。是不是新能源车的梦想伙伴呢？当然是的只不过它离大规模生产和使用呢还是有距离的。科学家和工程师还在寻找更好的固态电解质材料，而在这之后呢，生产商还要想尽一切办法来降低它的成本，才能最终被市场接受嘛。不过，电动汽车的未来呢是越来越光明了。当人类移民火星时，电能会是首当其冲的一个需求了。我们赖以生存的一切，氧气、水、食物，还有庇护所里面舒适的温度，都是需要由电能来提供的。那么，如何发电呢？是学目前已经在火星表面运行的几辆火星车那样用太阳能电池板吗？有点困难，因为驱动它们有个100瓦上下就可以了。而即便是以最保守的估算，保证一个人类居住地在火星上面的正常运行所需要的电力，至少也是10千瓦起步它大约就需要10吨左右的太阳能电池板才行，并且还得针对火星的特殊环境做出大量的改造，比如其昏暗的日光和常年刮起来的沙尘暴。这就引出了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话题了。既然火星不缺大气，而且还常年刮风，为什么我们就不转化一下思路，把发电的角色让位给风呢？是的在火星上建风力发电站可不可行？我觉得大有可为因为你看看，就在我们身边，风力电机是越建越多，越建越大从而积攒了大量的经验。尤其是我们中国，目前风力电机的装机容量稳居世界第1，全球将近1半的海上风机都是由我们来运营的。所以靠着这些经验呢，我们完全可能在未来的火星能源竞争中呢，实现弯道超车。虽然你 NASA 研发的小型核反应堆 Kilopower 是很厉害，但是你架不住我们把风力电机插满整个火星好，这是玩笑下面我们就来认真的分析一下火星风机的可能性。我们要实现的目标是至少要让火星风机达到地球风机同样的功率。于是这个公式就很重要了。P 等于1/2 Cp 乘以 ρ 乘以 V 的立方乘以 A， 它描述了风力电机的功率同风机硬件和风速、大气密度等等的关系。
左边呢是地球，右边是火星，看看要做怎样的改造才能够使两者的 P 值一致啊。首先啊，这个公式里面的 Cp 指的是风力电机的功率系数，它表示风能的转化效率，其理论的最大值是0.59，称之为贝兹极限。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贝兹极限在火星上也是成立的，所以这个公式里面的 Cp 在地球上和火星上呢是没有区别的，咱们就暂时把它给忽略掉啊。那接着看第二个要素，肉大气密度。火星的大气密度大约是地球的1/60，所以如果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要让火星风机产出跟地球风机同样的电力，我们就需要建设60台这样的风机才行。然后等式的下一项 V 的立方，即风速的立方。看到这儿呢，我就会心的一笑啊，因为这一项是成了个立方的，就意味着只要它稍微改变一点点，结果便会大不相同啊。比如，只要火星上面的风速是地球上风速的4倍，咱们就能把刚才增加为60台的风机再次减到1台了。因为4的立方是64，还超过了60，稍微赚了一点点呢。但是啊，我做了一个春秋大梦啊！虽然我们对火星上的实际风速了解的还并不太多，但根据已经收集到的数据去推算，在好一点的地方呢，其平均风速也不过就是在每秒10米左右，跟地球上面的1级风场是差不多的。所以在这一项里面呢，我们还真是捡不到什么便宜啊，比较遗憾。现在就只剩下最后一个希望了啊 ！A 即风机叶片扫过的面积。如果火星的风速并不比地球的风速快，我们也不想建比地球更多的风机，该怎么办呢？那就在这一项里面做文章嘛，同样也能够以小博大啊。因为圆的面积计算公式是派乘以半径的平方，所以如果想让火星风机达到地球风机的功率呢，我们只需要将它的叶片长度做成后者的8倍就可以了。目前地球上的风机叶片最长呢已经超过100米了，那么火星上它就需要长800米。哇哦，看来在火星上壮观是个常态啊，就像其最高峰奥林帕斯山能够俯瞰几个地球的珠穆朗玛峰一样啊。但是800米长还是一片叶片，真的能够实现吗？考虑到火星上更小的重力，这似乎也并不是那么疯狂的想法了。再说了，100米叶片，那在地球上呢，已经是个超10兆瓦级别的风力电机了。在咱们火星移民的初期呢，根本是没有这个必要的嘛。咱们就按照10千瓦来算。在地球上10千瓦风机的叶片只需要3.5米长就行了，整体看上去呢非常的小，所以重量也就很轻了，加起来也就大约500公斤而已。但到了火星上，翻上8倍之后，其叶片长度已经来到了28米，材料使用的更多，重量自然也就上去了。如果用更轻的碳纤维，而不是地球上常用的玻璃纤维的话，它的整体重量大约会是在2到3吨，所以也还好吧。好了，最后你觉得火星风力电站这个项目靠谱吗？如果真要去投资建设的话，还有哪些是必须要考虑进去的因素呢？留言来告诉我啊！每次坐飞机的时候，我都会想，要是机票没那么贵，要是飞机没那么吵，要是颠簸能少一点，该多好啊！看起来这个梦想就快要实现了，电动航班已经进入倒计时了。在电力已经颠覆了火车，正在颠覆汽车之后，下一个目标就是要颠覆飞机吗？今天我们就来讲讲电动飞机的未来，以及它跟你有什么样的关系。尽管看起来人们对于电动飞机的热情是最近的事情，但其实它根本就不是一个新的爱好。最早尝试把电力用来载人飞行的历史呢，可以追溯到19世纪，当时的2名法国军官试着用电来推动一架飞艇，但他们立刻就遇到了一个问题：电池无法容纳足够多的能量为飞艇提供动力。这一经典的问题在这之后持续困扰了人们100多年。当镍镉电池发明之后呢，第一架装上电机的飞机才真正飞上天空，只不过也就飞了一次课间休息的时间而已。然后到了1980年代，锂离子电池发明了，它可以储存比以往更多的电量，所以带来的好处就是能够帮助像太阳脉动2号这样的飞机来一次环球飞行。只不过速度只能达到45到55公里每小时，跟我骑自行车差不多，似乎并不能解决你从广州飞到上海的实际需求啊。所以老问题还是摆在我们面前，电池。如今啊，即使是最好的电池呢，每公斤所能储存的能量也只有250瓦时，而航空燃油是多少呢？每公斤里面储存了12000瓦时，简直没有任何可比性。这就像是拿80年代的电脑跟今天的手机比较一样，即使它们大到根本不可能让你揣进口袋里面，也远没有一部比它小上轻上数百倍的手机跑得快。电池就是这么尴尬的。对于一架电动飞机而言，如果你想让它的动力更好，就需要给它换上一个更大的电池，而更大的电池意味着
更大的重量。于是为了抵消那部分增加的重量，你又需要再加上更大的电池，这意味着重量再次增加，然后你还得再继续增加动力，于是又是重量增加啊！到底要怎么搞啊？不是刚刚还说电动航班快了吗？的确啊，一边是科学家正在发明能够储存更多能量的电池，另一边则是工程师们正在不遗余力的改进与创造新的方法，用最快的方式打造天上的电马儿。纯电动不行，那就来试试混动呗，这不在汽车上就有成熟的思路吗？美国的一家公司就从一架1973年的塞斯纳飞机上拆掉一台燃油引擎，然后换上一台电动引擎，把它变成了混合动力型的飞机，起名电鳗，并有望在2021年获得商业飞行的牌照。更进一步啊，加拿大的2家公司，一家是专门生产电动机的，另外一家则是航空公司，共同将一架已经62岁的水上飞机改造成了纯电动，并在2019年底成功试飞，成为纯电动商业飞行的首例。同时也证明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装上电机的飞机也能够带你飞，只不过咱先说好啊，中途得下来充个电哦。是的，就算是从南京飞到上海啊，它也是需要在无锡加个充电桩的。要是你觉得上面2款飞机还是太老太旧，不够酷炫的话，以色列的一家公司提供了全新的选择。跟前2者的旧物改造不同，它是全新设计的。爱丽丝是一架能够搭载9名乘客、续航1000公里的纯电动未来款小型飞机，预计2022年直飞首个商业航班。它看上去不仅养眼，而且还很养你的钱包。由于每小时的总飞行成本才1400块钱左右，只是普通涡轮螺旋桨飞机的20%还不到，所以对票价你可以有一个美好的期待。当然，尽管既没有喷气式客机飞得快和飞得远，但这种短途的客机实际上是非常有市场的。目前，全世界每年都售出大约20亿张航程短于800公里的机票，而直飞他们的却是明明能够飞得更远的大型喷气式客机。要知道啊，他们一开始就不是为了短途设计的。这些大型飞机最有效的利用就是让他们飞更长的时间。对于一个只有50分钟的飞行而言呢，他们刚刚爬到舒服的高度，还没有来得及歇口气，又要开始下降了，既烧掉了你本不该花出去的钱，也替你捐出了大量额外的碳排放。航空业对温室气体的贡献是惊人的，可以达到全球总排放的4%。听起来似乎不多，但它几乎跟整个南美洲一整年的排放量相当。而且预计到了2040年，如果没有改变的话，碳排放量还可能会直接翻倍。所以不论是从经济角度来讲，还是从环保角度来讲呢，800公里以内的航线都应该用电动航班来替代。至于在稍微远一点的未来啊，电动航空可能会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出现，不仅会颠覆传统航空的模样，甚至是整个出行方式都可能会改头换面。Uber 正在研发一款可以垂直起降的交通器，方便将你从家门口直接送到机场，然后在这儿换上由空客、波音、劳斯莱斯制造的纯电动客机，零排放的带你高飞，你期待吗？我是火箭叔，关注我，让科学更有趣。在远离太阳的宇宙深空得不到太阳能的加持，旅行者1号、旅行者2号、卡西尼号、新视野号探测器们是如何获取能源、维持设备的正常工作，并同地球保持通讯的呢？答案是放射性同位素电池 RTG， 也可以叫它核电池。那么核电池究竟是怎么工作的？除了能把它用在太空里面，还有哪些地方能够用到它呢？我是人称百科全书的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咱们分2个方面来谈，一个是它用什么燃料，另一个是它是怎么用这些燃料的。好，我们开始了。装在核电池内部的是一种叫做钚的元素。钚也许大家并不陌生，因为有些时候呢，我们会称它为人类已知的最毒物质，但它同时也是一种强大的核能源。一个直径只有10厘米的钚球重8000克，它如果发生核爆炸，威力可以与当年美国投放在长崎的原子弹相当。不过核电池里面的钚可不是用来发生核裂变反应的，当然那种核电池呢，我们一会儿也会讲到，它利用的是一种钚的同位素，叫做钚238的衰变反应。所谓衰变呢，就是指不稳定的元素将原子核里面的粒子放射出去之后变成另外一种元素的过程。比如钚238在它的原子核当中呢，原本是有94个质子和144个中子的，随着衰变啊，质子和中子分别减少了2个，它也就变成了铀234了。减少的质量去哪儿了呢？爱因斯坦的质能方程告诉我们，它跑去乘以光速的平方去了，于是换来了大量的热量。难怪马特达蒙在火星上被冻得瑟瑟发抖时要去抱核电池的大腿了，它就是一块红彤彤的小火炉啊！核电池只需要将小火炉里面的热转化成电就可以了，是不是很简单啊？哎，等等，难道这就是它用核燃料的方式吗？这么直接就把热变成电了，真的可以吗？怎么做的？
好吧，这个呢就叫做热电效应了。它听起来很高级，可以用在我们正在说的太空中的核电池上，也可以很接地气，比方说用在炒冰机上。前者你是不太容易去体验到的，但后者嘛，要是你高兴，花几十块钱就能拥有了，四舍五入一下也算是体验了一把太空科技，不赖哦。那么热和电之间的转化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我还是很好奇这点啊。原来啊，它利用的是温差发电的现象。这个现象其实早在1821年就由托马斯·塞贝克发现了，所以又叫做塞贝克效应。塞贝克当时将两种不同的金属导线连接在一起，然后将其中的一根加热到很高的温度，而另一根则保持低温状态。结果突然发现啊，接近它们的指南针居然旋转起来了，说明这里产生了磁场。后来又进一步的发现，原来这个磁场是由两边不同温度的金属所产生出来的电压形成的电流，从而造成的。好复杂的关系啊！所以从一开始起呢，塞贝克自己也是没有理清楚的。但不管怎么样，新的历史就此开启。早在20世纪初期呢，就已经出现了一些利用温差发电的装置了。当然，今天我们所使用的是更加高效的半导体材料。我们来简单说一下它产生电流的原理啊。都知道，热的本质呢其实是粒子运动的激烈程度，温度越高，粒子运动的激烈程度也就越高。所以，当我们把半导体材料夹在一热一冷两片金属之间时，半导体材料里面靠近热源这边呢，运动更加激烈的粒子就会朝较冷方向比较佛系的粒子这边挤压移动，于是冷的这一边自然就很快聚集了大量额外的粒子，它们带什么电，这边显然就带上了什么电了。看起来很像一枚小电池了吧？其实接上电线就可以直接用了。但只有这一枚的话，电压实在是小得可怜啊，那就用很多枚把它们串联起来吧。现在的温差电池就是这么干的。由于串联必须要正极对负极的接在一起啊，所以温差电池里面夹在两片金属板之间的半导体实际上是有两种类型的，一种叫做 P 型，会移动的粒子带正电；一种叫做 N 型，会移动的粒子带负电。在热量的推送下，它们都朝一边聚集，从而夹在一起，产生出更大的电压了。所以你看，核电池发电的逻辑就很清晰了。先是用放射性同位素的衰变产生持续不断的热，然后再用温差电池将这些热转变成电。以这样的方式呢，我们就能够让探测器持续工作数十年了，直至飞出太阳系了。当然，月亮上也有它，在长达半个月的月夜里面，玉兔2号就是靠它挺过来的。几十年来啊 ，RTG 核电池一直都是深空探测器所依赖的能源，但它的缺点其实也很明显。笨重、昂贵、低效，所以 NASA 正在计划用一种全新的方式替代掉它。用什么呢？也是核能。不过这次的核能更纯粹，因为它用的是核裂变，就跟核电站里面一样了。简单来说，这个叫做斯特林放射性同位素发生器的新电池呢，由一个小型核反应堆和一些斯特林发电机组成。依然是一个负责发热，一个负责发电。优势是它的能量转化效率比 RTG 高了很多，所以只需要携带原来的1/4燃料就足够了，发射重量减小了，发射的成本也就降低了，并且也可以让航天器携带更多的有效载荷，执行更丰富的太空任务了，益处多多啊。核反应堆大多数人都听过，并且也大致了解它是怎么工作的，但这个斯特林发电机是什么呢？它又是怎么工作的呢？我们最后再花点时间来简单介绍一下它。让我们先来看一段斯特林发动机的演示。至于发电机嘛，只需要把这个旋转的飞轮去掉，换成一个可以切割磁场的线性发电机就可以了。斯特林发动机的发明也是很早啊，1816年就由苏格兰人罗伯特·斯特林申请了专利。它的结构也很简单，就是一个密闭的气缸和2个活塞，利用冷热空气的压力变化来推动飞轮旋转的。大活塞将气缸分成2个部分，但是边缘依然留有空间，能够允许空气从其中穿过。开始工作的时候，发动机的一边被加热，于是热空气开始膨胀，并推动大活塞压缩另一边的空气。被压缩的空气又挤着小活塞往外跑，用曲柄连着小活塞的飞轮因此开始转动。它一转动起来又带动同样用曲柄连着它的大活塞开始往里走了，回到原本的位置。此时气缸里面的空气几乎全都来到另一边了。在这儿，它会被快速降温，冷却之后体积变小，气压差，于是又将小活塞拉向里面，继续带动飞轮旋转。就这样来来回回，周而复始，只要加热不断，发动机自然也就停不下来了。这个发明在当时造成了极大的轰动，被当成可能会影响到人类的工业进程，但实际肯定是高估了。这么多年来也没有见它出现在多少正经的地方。然而现在 NASA 对这个新玩意儿却充满了信心，认为它一定能够成为解决人类深空旅行和外星殖民的关键技术之一。至于是不是呢，我们拭目以待，但至少今天我们一起弄懂了一些超酷的太空技术，
对吧？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当年特斯拉在同爱迪生的交直相争中一战成名，这不仅帮爱迪生背上了恶名，还让我们一直到了今天家里面都还在使用交流电。所谓交流电就是电流的方向始终都在发生着变化。比如我们国内使用的是频率为50赫兹的交流电，意味着电流的方向每秒钟需要变上100次，这就让我有些不解了。你说早在特斯拉赢下交流电的19世纪末，那个时候家里面的用电负荷无非就是白炽灯泡，它无非就是直接把电转化为热，然后热到一定的境界就开始发光了，所以电流变来变去也无所谓了。就像你烧一根木头是从左边烧还是从右边烧有什么影响呢？但到了今天我们家里面的用电负荷已经变成了电脑、电视、手机、音响，甚至连照明都是基于半导体的 LED 了。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使用直流供电的，于是再把它们接上咱们家里面的电源插座之前呢，还需要先将交流电转变为直流电才行。有注意到我提到的这些电器几乎都带有一个比较大的插头吗？有注意到这些插头总是很热吗？这就是交流转直流所需要付出的代价了，更大的体积和白白浪费掉的电费。所以这就让我想到，为什么家里面就不能直接用直流来供电呢？我是人称百科全书的火箭叔，今天我们就试着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内容上大概会分成以下几个部分。第一，为什么当年特斯拉的交流电会胜过爱迪生的直流电？它有什么样的无可比拟的优势？第二呢，到了今天交流电的优势还存在吗？它的劣势又是什么呢？第三，直流电有可能会在将来全面取代交流电吗？为什么？好，现在我们就开始了回到19世纪末，交流电之所以会胜出，其实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它可以非常方便的变换电压。变换电压有多重要呢？太重要了，因为它关乎到电厂发出来的电能否远距离的传输。尽管我们都很喜欢电，但谁都不喜欢电厂就在家旁边。要想把电厂搬远，就得要加上足够长的输电线。而我们知道，只要是导体就一定会有电阻，只要是电阻呢，就一定会产生损耗。损耗是多少呢？这个公式可以告诉我们。P 等于 I 平方乘以 R， 这里的 P 呢是线路损耗的功率 ，I 是流过电线的电流 ，R 是这段电线的电阻大小。你看出来了吧？尽管随着电线越来越长，电阻在不可避免的越来越大，我们还是能够通过减小电流来对损失的功率做出控制的。尤其是它还是个平方。而如何来减小这段电线里面的电流呢？那就是提高输入进去的电压了。公式在这儿。P 总等于 U 乘以 I， 输电线的总功率等于电压乘以电流。在输入功率不变的情况下，自然是电压越高，电流也就越小。所以当年由于做不到升压，爱迪生只能把自己发出来的110伏直流电输送到离他不到1.5公里远的用户的家里面。要是想要再远这些电光是在路上的损失就超过1半了，还让人怎么用呢？而且损失的能量都会以热的形式释放出来，电线自己就把自己给熔断了。比如这些非常形象的实验。而特斯拉的交流电就完全不一样了它的电压可是想升多高就升多高凭什么交流电可以，直流电就不可以了呢？那得要看变压器的工作原理，有2个。首先是电流的磁效应，交变的电流产生变化的电磁场；其次是电磁感应原理，变化的电磁场产生变化的电动势。前后都脱不开一个字，变化。所以变压器注定就是一个属于交流电的产物，凭借它把电压升到数十万伏的水平，就能够轻轻松松传个成百上千公里了，把偏远电站所生产出来的电输送到人口稠密的城市，供你我使用了。不过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变化的交流电虽然方便，它能够利用电磁感应来随意变压，但也需要为这样的电磁感应而交费，因为线路与线路之间，线路与大地之间都会因为电磁感应而产生电感与电容，从而产生感抗和容抗。这部分的阻抗呢，其实会消耗掉很多输电线上的功率的，极其的不划算，而我们又极其的无奈，所以就只能把它们起名为无功损耗了。而直流电由于没有交变电场，所以就不会有无功损耗，所以优势也就体现出来了。但优势就仅止于此了吗？当然不是。随着20世纪50年代后电力电子技术的发展，直流输电的很多优势都凸显了出来，比如系统稳定性更强，线路造价更低，适应范围更广等等。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交流电力系统之间想要联网，必须要做到严格同步，因为交变电流是个基于时间变化的函数，它的频率、相位等关键指标都跟时间有关。如果2个交流系统在联网的时候稍微有点错开的话，就很有可能导致2个系统都发生崩溃而停电。直流系统就稳定多了，可以实现非同步联网，俗称背靠背联网。
再看线路造价，由于交流输电通常需要采用3根导线，而直流输电最多只需要2根，所以在材料成本上呢就已经省下不少了。再加上直流输电不需要像交流输电那样为了避免电磁感应而把自己架得那么高，分得那么开，投资建设和运行费用都降下来了，而且还很适合被埋进拥挤的城市地下和输不起电线杆的海底。与此同时呢，当年击败爱迪生的直流电难以升降压的问题，如今也可以方便的解决了。在送电端我们先是把交流电升到一个超高的压力，然后使用整流器把它转变为直流电，等输送到用电端后，再用一个逆变器又把它给变回交流电，然后降压使用。虽然有点麻烦，虽然转化的过程中还是有所损失，虽然像这样的换流站成本真的很高，但如果你想把上千万千瓦的电力输送到几千公里以外的地方的话，特高压直流输电仍然是不二的选择。猜猜当今世界上掌握了该领域最领先技术的是哪个国家？中国。西电东送，世界首个1100千伏的直流输电线就架设在新疆昌吉和安徽古泉之间，成为闪耀世界的电力高铁。好了，我们的基本问题应该都得到解决了，除了一个，既然如今我们那么多的电子设备都在使用直流电，那么未来有可能或者说有必要直接直流入户吗？关于这一点我就交给大家来讨论了我是火箭叔，一定要关注我把你的想法和建议都留言来告诉我吧。液态金属电池，你可能没有听过，但它却可能会对人类下一个10年的发展产生极大的影响，这是为什么？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要我问你目前人类面临的最大危机是什么？病毒入侵、环境污染、能源危机、全球变暖，还是小行星撞击？最后一个可以把它剔掉，因为呢，实在不属于咱们可控范围之内。但前面几个是捆绑在一起的，能源结构造成了环境污染和气候变暖，而气候变暖和环境污染又激活了病毒传染，最终把我们带到了死胡同面前。很明显要想走出这个死胡同呢，方法就是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比如风能和太阳能。但是很不巧，烧煤我们可以控制，有风没风，晴天下雨，白天黑夜，我们怎么控制在它能够发电的时候我们用不上，在我们需要用电的时候它指望不上。这就是目前可再生能源面临的最大尴尬了。谁要是解决了这个尴尬，谁就会对人类接下来的发展做出极大的影响，不是吗？看起来呢，液态金属电池很有希望。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它能够把电站多发出来的电存起来，留到需要用的时候再放出来，相当于是起到了一个调节和控制作用。其实在它之前呢，我们也是另有选手的，像抽水储能、压缩空气储能这类跟它差别太大的咱就不谈了。锂电池目前我们正在使用的一种方案，从各个方面来看呢，都跟它极其类似。那么为什么我们还是要说液态金属电池很有可能才是胜出者呢？有下面几个重要的原因更便宜、更简单、更耐用。为了把它解释清楚，我就需要大概介绍一下这个电池的工作原理以及锂电池的工作原理。大家做好准备接下来的内容有点难度了。不管是液态金属电池还是锂电池，之所以能够充放电，是因为它里面发生的电化学反应是可逆的。基本过程是这样的。当电池接上负荷放电时，比如去点亮一盏小灯泡，金属阳离子从负极经过内部的电解质朝正极移动，而它失去的电子则经过外部导线朝正极移动，这样就在外部导线上形成电流了。来到电池正极的金属阳离子和电子同本来就在这儿的金属化合物结合，生成新的金属化合物。当负极已经没有了多余的阳离子和电子之后呢，电池自然就处于缺电状态了。充电的过程正好是反过来的，当外部接入电流之前，在正极所生成的新的金属化合物开始分解，把原本的金属阳离子和电子又吐了出来，两者又沿着原路返回到负极。当所有的金属阳离子和电子都回归到原位后呢，充电也就完成了。好，知道这点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来看看液态金属电池和锂电池有什么样的具体区别了。液态金属电池，你从它的名字里面就能够听出来这种电池最明显的2个特征：金属和液态。电池的正极和负极都是金属，它们被封装在一个陶瓷容器当中。为什么要用陶瓷呢？因为这种电池工作时会被加热到大约500摄氏度左右。对了，正好可以把其中的金属电极融化成液体状态。当然，其中还必须要加入另外一种也是熔融的金属盐作为电解质。最特别的是，这3者正极、电解质和负极的排列是自动完成的，由它们的密度说了算。就像是把油倒在水面上一样，自己就分层了。这里就产生了第一个比锂电池大得多的优势，因为锂电池在加工的时候是需要像千层饼一样一层一层的把电极材料垒起来的，
而液态金属电池呢，只需要你给它一个外壳，剩下的事儿就由它自己搞定。希望我能够早日目睹。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为了缓解人类的能源焦虑，科学家和工程师们呢，正在日以继夜地捣鼓可控核聚变。不论花多少钱、花多少时间、花多少资源，但其实要解决这个问题，只需要放风筝就可以了。因为根据估算在9000米的空中呢，常年时速稳定在160公里左右的高空急流，能够给我们带来的电能，是我们目前全人类全部需求的100倍。怎么样？还有啥好焦虑的呢？只有认认真真的研究如何把风筝放到那个高度去薅羊毛就行了嘛。虽然这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啊。那么我们退而求其次，矮一点可以吗？当然是可以的啊。实际上呢，现在已经有了各式各样的公司正在开发各式各样的风筝，准备把它们放到空中去收割风能了。跟传统长得都大同小异的风机完全不同啊，这帮新生派长得那叫奇形怪状啊。今天咱们就来聊聊他们，主要会讲2个方面啊。第一，为什么要用放风筝来发电呢？第二，它们都是怎么发电的？优缺点各是什么？它们真的是未来风能的最佳承载体吗？好，咱们就开始了啊。为什么要飞上天去发电呢？简单讲有3个理由，分别是可以获得更好的风能资源，可以更有效的降低成本，以及更少的对环境的影响了。当然，它们都是建立在跟传统风力发电机的对比上的。传统风机为什么要建得又高又大呢？因为高处的风更快更稳嘛。在地形地貌还有人造建筑物的影响之下呢，靠近地面的风容易产生风切变，于是效率和稳定性都降低了。而越往上走风切变就越小，风力越稳定，风速也更快，蕴藏着的风能自然就会大大增加了。这有个公式你不需要真的看得明白，只需要知道风能跟风速的立方成正比就好了。假如风速变为原来的2倍，则收获的风能呢可以直接翻到原来的8倍。这个涨幅正是我们需要的呀。所以传统的风机不仅要建得高，还要建得偏，甚至直接把它们建到海面上，就是为了能够耗到更优质的风能嘛。那你说能飞得更高的风筝，不是就具有了先天的优势了吗？另外，由于它是飞在天上的，不需要任何的支撑，只用一根缆绳拴住就可以了，所以就省去了传统风机下面的那根大柱子，以及相应的基础设施，用的材料更少，花的建筑成本更低，同时运输起来也更加的方便，方方面面都省了，所以总体的成本呢就下降了很多。你看，光这2样，用更低的投入获得更好的资源，就已经是相当诱人了吧？再加上它对环境还特别的友好不仅自身不容易破坏环境，而且由于碳足迹更小，带来的间接环境影响也就更小了。真的是毫无理由放着它不用那么该怎么用呢？目前主流的模式有2种，它们分别又带来了2种不同的飞行设备的形式。先来说模式虽然都是有个地面站，然后拉根绳子放个飞行物到空中去，但是具体在哪儿发电呢，却并不相同第一种是在空中发电的模式，它通常使用的都是可以自主飞行的滑翔机。滑翔机上面的螺旋桨呢，既是自己垂直起降时的动力来源，又是飞到高空当中之后捕获风力的涡轮机。电力在这里产生，然后呢，再通过连接着地面的电缆，将生产出来的电传回去。它的好处就是只要飞行稳定，电力产出就可以很稳定。当然，这种模式除了使用硬质的滑翔机以外呢，也有使用软质的充气飞艇的。至于是硬的好还是软的好，我们一会儿再说另一种模式呢，就是地面发电。它通常放上去的就真的是一个大风筝了。风筝的一边系到地面的发电机组上，在它被吹上天空，以一定的模式飞行时呢，就会拉着电机转动起来，于是电力便产生了。但是这绳子总是有一个极限的嘛。当全部放完之后呢，这套系统就必须要使用一点点刚才发出来的电，再将风筝重新拉回来，接着再次放飞，不断的重复此过程嘛。所以地面发电模式所生产出来的电呢，就不是一种稳定的状态了，它会制造出峰值和谷值，必须要经由某些调整措施拉平之后呢，才能往外输出。比方说先把它们存在电池里面。所以2种模式各有优劣，就看谁先跑得出来了。当然，用滑翔机和用风筝本身也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前者由于拥有硬质的机身和机翼，所以能够更好的调整空中姿态，应对不同的气流状态，利用起风能来是既高效又灵活。对了，我们补充一点不论是滑翔机还是风筝，它们放上天去之后呢，既不是稳住不动，也不是到处乱动而是以一种设计好的轨迹维持侧风飞行。为什么要侧风飞行呢？
因为这样的效率才更高嘛。早在1980年，美国工程师迈尔斯·劳埃德就在一篇经典论文中仔仔细细地分析了利用风筝发电时侧风飞行和非侧风飞行的区别，得出了这一获得公认的结论了。然后再补充一点啊，为什么传统的风机它的叶片要那么宽那么大呢？就是为了能够让它捕捉风的面积要够大嘛。但是当我们放一个风筝上天，并且让它以侧风飞行的方式去捕获风力的时候，它的效率甚至要超过了叶片巨大的风机啊。这点呢其实也很好理解，因为传统风机它效率最高的部分恰恰就是在叶片尖端的部分。那叶片尖端的部分呢，其实在这里就相当于我们放上天的这样一个风筝或者是滑翔机了。你可以这样想象吧，滑翔机它的飞行轨迹有多大呢？它所能够高效捕捉到的风力的面积就有多大了，是不是很厉害呢？好，说回来啊，不过硬质机身呢也有问题，万一一个不小心坠毁了，就真的是毁了啊！自己毁了不说，还有可能会殃及地面上的花花草草，风险较大嘛。另外，跟传统风机常常被人诟病的一点类似啊，它对鸟类的友好程度呢也算不上高啊。撞鸟或者是鸟撞之后，大概率都是同归于尽的。相反，柔软的风筝还有飞艇呢就很安全了，摔不破撞不碎，还可以当成空中的气垫床，风险可控嘛。但缺点嘛，就是不好控制，容易乱飞。毕竟改变飞行姿态是需要有一样叫做控制面的东西的。好吧，我承认啊，这些东西呢，到目前为止看起来都好像还只是在过家家一样。即便是他们当中的王者，发电量也只有600千瓦而已。对比起来啊，普通的陆地风机是5兆瓦，海上风机是15兆瓦左右，简直是 N 倍于发电风筝啊！所以它离真正的商业化呢还差得很远。不过呢，至少在这几个领域，咱们还是能够看到一些落地的苗头的。比方说灾难救援时的临时需求了，由于它方便运输和安装嘛，所以可以快速的建立起一个临时的发电站，在小范围内为救灾急需的电力提供保障。还比方说，在一些风力资源丰富，但是却常常遭遇飓风的地方了，你是想从风里面捞点好处，但是建设开支巨大的传统风机又经常是得不偿失嘛。那么好了，现在发电风筝来了，是既灵活又便宜啊，即便被毁了，也不至于心疼到吐血吧。当然，最后啊，它还是要朝着大型化和商业化发展，才会有未来嘛。还记得咱们一开始说的那个9000米和100倍吗？那儿才是它真正的归宿嘛。希望它能够早点飞到啊。风力发电机和电风扇之间究竟有没有区别？有多大的区别？前2天我收到一个粉丝留言，很有意思啊。他说这几天北京连续雾霾，重度污染，是否可以用张北草原和官厅水库的风力发电机来反向操作，人工造出西北风来把北京的雾霾吹散呢？对啊，你看风力发电机上长着3个巨大的叶片。有风的时候用风发电，无风的时候，或者就像上面说的那样，当有需要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用电来造风呢？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探究一下这个问题。其实啊，究其本质，这个问题的核心就是风力发电机和电风扇之间究竟有没有区别，有多大的区别？我们先来看看它们的共同点啊，一是都长着叶片，而且通常都是3片叶片。2是叶片背后都装着电机，虽然一个是发电机，一个是电动机，但这2者本来就是可逆的。3是都是在跟风打交道，虽然一个是被风吹，一个是吹出风，但如果你硬要去吹风扇的叶片的话，也是可以把它吹动的。所以这样看起来，它们2者的身份似乎是可以互换的咯。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硬要把电输送到风力发电机的电机里面，它的叶片肯定也是能够转动起来的咯。但是转动起来的风力发电机叶片能够像电风扇那样吹出风来吗？这个呢就不一定了啊。为什么呢？这就来自于它俩之间最大的区别，叶型不同了。简单来说，风力发电机使用的是升力型叶片，而电风扇使用的是阻力型叶片。之所以这样，源自于它们的目的不同。我之前很详细的讲过一期为什么风力电机非要长3个叶片的视频，里面有很多有用的信息。如果你还没有看过的话，建议你一定要去看看啊。在这儿呢，我再简单的讲一讲，风力发电机的目的是尽可能多的利用风能，而不是跟风能作对。我看过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说是对自然风而言，风力电机类似于设个卡来收点过路费。如果收费太高，也就是把整条路都给堵起来，来多少收多少，人家风就不从这边走了，你1毛钱都收不上来。而如果收费太低呢，即使所有的风都从这边走，你也收不上多少钱来，等于是白设了一个卡。所以风力电机的赚钱哲学在于平衡，
即让尽可能多的风毫无阻力的通过自己，只卡下一部分来收点费而已，这样大家就都高兴了。计算表明让通过风力电机的风速只下降1/3的时候呢，是最佳平衡点，也是风能转化成风机叶片动能的极限，它叫做贝兹极限。所以你看，风机叶片它的设计初衷就不是为了兜住更多的风，而是为了放掉更多的风。那怎么才能在放掉很多风的情况下，更高效的利用它们呢？想想飞机的机翼，它是不是也是一边在放走大量的风，但同时也高效的利用了这些风呢？怎么利用的？由异形产生的升力。风力电机的叶片也可以看成是这样的旋翼，它跟风向之间的夹角较小，不是靠风撞在叶片上产生的反作用力，而是靠伯努利效应产生的升力使其旋转的，所以叫做升力叶片。再来看电风扇它的目的呢，这完全跟风力电机是相反的了。它需要制造尽可能大的空气流量，也就是风量。而在相同转速下呢，风量大小取决于叶形和叶片的总展开面积。所以第一，风扇叶片需要的不是伯努利效应，而是其对着风向的弓角大小了。让风，或者应该说是对风产生一个足够大的垂直于旋转平面的分向力，把尽可能多的风兜住，然后再甩出去。第二呢，是尽可能的增大这个兜风的面积，所以你看，一般风扇叶片的面积都是很大的，甚至还要长成这样的三角形，就是为了让单个叶片的负载足够大嘛。当然这样的结果就是阻力很大，所以就叫做阻力叶片了嘛。看到这儿，你应该理解了吧？风力电机和电风扇根本就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两者是不能互换身份的。但是你硬要让风机变风扇，有可能吗？做好心理准备后，我们还是可以试试的。实际上，风力电机为了在不同风速下都能够达到最佳转速，是能够改变叶片的迎风角度的，也就是弓角的大小。所以，假如我们把它的弓角调到最大，然后让它转动起来，是不是也能吹出风来了呢？可以的，但即便是这样，由于叶片的总展开面积太小，吹出的风肯定也大不了。我说的大小肯定是相对于它庞大的体积而言那想要增大它吹出的风量该怎么办呢？可以增加转速嘛。与此同时呢，我们还想要把它吹出的风送到80或者是200公里以外的北京，那光风速快还不够啦，还得要风压够大才行。所以我们要么得给它加叶片，要么得沿路给它加涵道。这还不够叶片的材料大概得使用碳纳米管才行，因为叶间巨大的转速带来的离心力会把所有现有材料制成的风机叶片给撕得碎碎的。建起风机的立柱估计也得要用碳纳米管而且地基非要打得够深才行，否则一开机自己就把自己给吹歪了，比较尴尬还有呢，用什么样的电机才能驱动它呢？不一定非得要用电烧柴油可以吗？把船用柴油机放在它的叶片背后如何呢？不对它明明该是个客串的风扇，怎么现在快要变为成了一个真正的风扇了呢？何况还是一个既不现实也没有必要的风扇。好了，所以看起来除雾霾还是要靠我们更好的保护环境才行当然多立一些风力电机也是很有益处的，它能够让我们更多的利用可再生清洁能源，而不是加剧温室效应的化石能源。我是火箭树，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